今年呢，大家都预测台积电一定会上3000但是呢，我并不这么认为。下半年最重要的一个族群，以及明年最有爆发力的族群，就是。今天我们下班经济学邀请到是好久不见的阿司匹林大哥，你好。大哥你好，大家好，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是我们看到台股最近的这次这个强势的 V 转，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因为筹码太过干净啦。我们之前的股灾都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说比如金融海啸啊、疫情啊，我们这次的股灾原因是什么？韩国人不会做股票。他们杠杆开到满啊，7倍、10倍、20倍都有然后而且整个国家都开下去，好，然后所以韩国就领先爆仓。那韩国爆仓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爆仓但是我们跟它很接近，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有警讯了，它就会蔓延过来，因为那个我们全世界的人操盘都是一体的啦，所以后来就换台湾，也造成了融资的多杀多，然后一口气把这个融资都逼出来，融资大减之后，它就出现一个强劲的 V 转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波有没有可能再创新高呢？不过创新高难度就很高，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最近那个美股创新高，道琼创新高，德国创新高，我们台股也强劲的反弹，一口气站上月线，而且是加权指数跟柜台指数同步站上月线中间是完全不回档，大家都在想说。这么强劲的杀盘要回档啊，大家都要等回档，没有，它没有第二只脚，根本就踩到底了。对啊，因为都 V 的，就 V 上去咯。但是你看韩国股市到现在连月线都站不上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去杠杆，结果他们韩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限制了所有杠杆，就是包括不准再发行三星跟海力士的任何杠杆的那个 ETF， 那就没有买盘啦。对啊，然后。他也限制说，你如果买太少，你不准你买，只有大户才能买，所以一瞬间大家都不能买了，所以看韩国就特别弱。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个月6月份的时候呢，有交易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来到618万人，这什么概念啊？台湾才2000多万人而已呢，所以代表每4个人就有1个人在玩股票，是6月份4月的500万。5月的579万，一直到6月的618万，它就是越来越热，股市就是这样一路推升上去。但是前阵子杀盘以后，哇，那这样600多万人就会有少数的，搞不好还不少套牢在高档。你一涨上去，投资人的习性就是这样子啊，我赚钱赚个1%、2%、1块2块我就卖，那我套牢呢，我就不卖。如果是现股的话，对，那我套牢以后怎么办？一解套卖不卖？就会卖所以那到底套牢多少？我们来看这张图，投信在这个大盘站上4万点的时候呢，开始疯狂的买超你可以看到它之前，投信还是稍微的卖超，为什么那时候投信在卖超？投信卖超就代表什么？投资人赎回 ETF， 那个时候赎回什么 ETF？被动式的 ETF，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被动式的 ETF 都说我发不出那么多高股息因为股价表现不佳，所以大家就说哇，你已经不是高息了，你也不是优息了，所以大家拼命的卖被动的 ETF。结果后来有一档 ETF 横空出世，震惊了所有投资人，就是0098EA， 2个月内涨了30-40%，所以大家就说哇，原来主动的比较好赚，都可以打赢大盘，所以大家就开始怎么样？蜂拥而入的买进主动 ETF， 因为主动 ETF 买的都是标股，对，你自己要买之前强势的那些 AI 族群，你也知道会涨，但问题10几档、20档，你不知道怎么挑嘛。但主动的帮你全部买满了，你买它就是买的 AI， 所以它就主动就是一直发，然后大家就一直买，就推升了后面这一段行情。所以后来第一轮会涨被动元件会涨窄板会涨都是这些主动的 ETF 买的买了多少？买了6000亿短短的几个月。但是你可以看到投信买了这6000亿的时候，大盘在干嘛？在高档做头代表散户拼命的在买的时候，外资在拼命的在调节持股啦。那造成一个事情，最近忽然这样跌下来，主动 ETF 大家以为它会很会涨，结果这波主动 ETF 最多可以跌多少？跌30%对。我以前买被动，我如果亏了10%、8%，我想说，那我就领股息因为我买被动本来就是要领1年、5年、10年，我领个10年总是会赚回来嘛。对。但你买主动，你就是为了赚钱，我就是为了赚10%、20%，比较像投机型的啦。所以一旦它套牢，这6000亿现在大部分都套牢那套牢了以后，
那怎么办？它一旦解套，就会有什么解套卖压哦，所以现在高档有6000亿的一个套牢卖压，所以我认为说不太容易 V 转啦。哦，那加上9月16哦，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升息。今天台股大涨，为什么？因为上礼拜五公布了一个非农就业指数，是利空，是不好的数据。不好的数据当利多在用哦，为什么？因为大家最怕的，美国什么都不怕，就怕升息。对，我们台湾也不怕升息，日本也不怕升息，但是全世界最怕升息的就是美国。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元而已啊。所以美国只要升一码，全世界钱就会大量的紧缩。所以只要一升息，美股一定会大跌。所以现在市场担心9月16到底会不会升息。所以可以看到，本来9月16升息的几率还高达6成7成。结果因为上礼拜五的这个经济数据变差，那个让升息的几率降到5成以下。大家就哇，这紧箍咒就拿下来，美股就大涨啊。但是你看到年底这个不升息的几率不到2成也就是说只是早升晚升的那个气势而已啦。对啊，好，那我们从川普投顾来思考，他到底希不希望？因为你今年要么9月升息，要么就年底升息。但是年底有一件事啊，11月要期中选举越慢升息，股市就会被压抑越久。如果年底才升息，那股市的年底就是大跌哦。那如果选前大跌，那期中选举不用选啦，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意思是他会滑许9月去升息那这样升息赶快跌一跌嘛。然后呢，他之后就可以说哇，经济数据不好啊，因为只要股市大跌，通膨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现在原油已经压抑住了，只要股市通膨也消失，大家就开始期盼年底要降息啊，明年1月要降息啊，股市就开始一路大涨到期中选举。这样对川普是不是最有利？我认为有可能啦所以要留意这个迹象。所以现在虽然因为9月升息的几率降低大涨，但是呢，一旦进入9月，市场还是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今年华许做了一件事情，创举，他说他不公布这个升息的这个前瞻，所以到9月开始，市场就不知道啦。你就算是一半一半，那还是有一半嘛，市场就会担忧那加上美股又反弹了一段，我认为9月就有可能修正。那加上如果9月16真的升息一码，越早升息越早打击这个通膨把这个通膨一口气打掉，后面就没有压力了。那也比较符合那个期中选举的这个布局啦。所以我认为到8月底前还安心。但9月初呢，全球的股市都要小心美股的震荡。那刚刚阿哥你有提到嘛，就7月中的时候，你有提醒大家说，小心哦，这个韩国股市很危险哦，已经断头了这样子，台股要小心。那后来台股也真的崩跌一波，不过现在是一个反弹哦，你觉得说已经安全了吗？还是说有哪一些警讯大家要特别留心的？是。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这个礼拜要公布2件事情，第一个是 CPI，大家又在害怕 CPI 可能是利空。不过看这个市场的预期 ，CPI 是往下走的然后呢，FED 开会之后的这个礼拜又要发布他的报告，大家又会担忧，市场只要担忧都没事所以这个礼拜市场在担忧的气氛下，我认为都没有事情。下礼拜开始，市场会开始出现很多利多，为什么？8月19号会有什么自动化展览所以你可以看到机器人概念股就开始上新闻。工业电脑概念股就会开始上新闻，事实上这些股票已经开始领先动咯。那8月19号过后，还有一个全台湾每一年都有最大的展览，叫做半导体展览，9月2号。所以8月19号到9月2号会有满满的利多，那个时候投资人可能就会开始很嗨了，因为投资人就是喜欢看利多上报来买股票了所以那个时候利多一直上报，但是呢股价开始涨不动，然后呢融资又快速增加，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然后呢你要注意2档股票，这2档股票一涨你就不用担心，为什么？第一档就是我们的股王应该叫股霸王了啦对，一路快站上2万了它如果
还原全值它现在快要创新高了，它只要突破18000，它就等于创历史新高。但更凶的是新股后川湖，它已经涨到12000了，它突破10000以后停不下来啊。他说10000你怎么买得下去？真大户拼命的买哦，它突破10000的隔天是跳空涨停就11000了啊，今天就12000了。它感觉是想要挑战股王哦，股后一张1200万，你就算融资也要700多万呢。几乎不是散户买的，一定是超大户买的啦，对不对？所以只要超大户一直买这2档台股，不用担心。好，所以什么时候担心？你可以看到信华前阵子，它就转弱，跌到月线以下，股王陨落，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现在股王复活啦，股后还气势如虹，那就不用担心。所以当这2档股票转弱涨不太动，然后开始涨一些小股票的时候，你才需要担心啊。对，因为其实呢，之前我跟阿哥6月中的时候就开始看到讯号，然后就已经卖出持股，都没有跟我们讲，我觉得很安心这样。可是呢，这一波反弹上来之后，你有做什么样的布局吗？还是说你先严阵以待呢？对，因为5月29号我看到一个数据，我倒退3步，为什么？融资当天大增200多亿啦，之后大盘就在高档震荡了，还是会涨，但是就高档震荡咯，特别代表市场进入非常狂热的阶段了，所以我才持续的慢慢的减码，这是很难的。所以在低档融资大减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低档小试一口那个小台啦，那运气很好，对，赚了3000多点这样子。那之后呢，做对了，而且融资我们可以看到，在24号到30号每一天都是大减，这个就是融资多杀多。所以可以看到在7月29号。上市的融资减了385亿，上柜就减了136亿，合计500亿耶，一天就减掉500亿的融资，相当于1300亿的现货哦。那在这5天就减掉了1000多亿的融资，你就知道说已经减到差不多了，这个已经接近修正的尾声了。那之后一根长红之后，就代表什么？融资的卖压已经没了因为它已经脱离危险区了嘛因为它跌到220，再跌到210，你就要断头啊！就混拉250，那大家都没有断头的卖压了那我就勇敢的进场持股呢，我就快速的增加到50%，因为只要是融资大断头，都是很好的机会，代表什么？股票超跌那个时候你就找一些超跌的股票，机会通常都很大。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股的部分AMD 它先前的财报，它的营收是翻倍的嘛，但是呢，它的股价是不涨反跌对，所以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出现嘛？然后对于台湾的 AI 产业供应链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呢，这是一个避风港的概念就是你看到有时候股票大跌的时候呢，有些股票都不会跌。因为它基本面很好嘛，你就会想说，那等到股票止稳的时候，这些股票会不会更强？不会它反而很弱，因为什么？它是资金是躲到那边嘛。等到股市止稳之后，那我要买什么？我要买超跌的那跑去抢美光然后跑去抢那个 Lumentum 那些跌升的股票，就会去卖这些没有跌的股票了所以它只是资金的移转那事实上。不用担心那个台湾的相关概念股，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2档股票当做指标，信华跟川湖嘛。美股只要看一档，更简单，就是谁？辉达。你可以看到辉达这一波是领先止稳很快速的站上月线，然后又突破了季线。辉达才是 AI 之母嘛，辉达只要没事，那 AI 都没事所以可以让辉达没事之后伟创。就突破了前高非常的强劲所以整个 AI 概念股暂时是不用担心，除非辉达跌破月线，那是第3个警讯。是，可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台积电对不对？因为台积电就之前有法人说，这个有可能今年的目标价是3000，可是阿哥你不这么认为，对不对？对，因为说今年要到3000，然后今年时间实在是不够了，因为今年台股可以涨这么凶，就跟韩国一样可以涨这么凶，是为什么？6代同堂。哪6代？房贷、车贷、信贷、股票借贷、保险拿出来贷，然后呢融资，都是靠杠杆去推上去的。好，那这些杠杆呢掉下来了，很多杠杆就退场了。你200万一旦断头，你可能是剩30万了，你就没有钱了，你就退出杠杆一组了，你再加杠杆也买不多啦。
好，那另外的呢，有些是套牢在上面的。好，你有补钱，好，你可能还有一点钱，你补钱进去，但是你还敢像之前这样用力的买吗？你可能就不敢咯。好，所以现在分2批人，一批人高杠杆的，已经不小心出场了，那他可能短暂就不敢进场。好，所以可以看这波呢，股票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好，然后另外一批是高档套牢的，涨上去他就想要卖了。所以呢，它涨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因为未来的杠杆的都被紧缩了。好像我们的政府很多公司都提高那个股票借贷的利率，然后呢，信贷利率也提高，然后所以无论是台湾跟韩国，我们都雨天收伞。一跌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紧缩这个杠杆的，所以台积电还是会上3000，但我认为呢，明年比较有机会。明年比较有机会，对，因为今年的杠杆的力道已经减弱了。是，那阿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让很多人都蛮心痛的这个国巨它股价整个就是腰斩，这样从最高点的1220嘛，然后就一路下修到最低点是456这样子，现在好像有反弹一点点回来。对，但很多人说它的这个图很像一个圣诞树一样。对，什么梗图都出来了。对，所以阿哥你怎么来看国巨还有这个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呢？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是从记忆体涨到后面一直被关到快要没有记忆体可以买了。好，然后呢，最后的最后是拉谁？拉被动元件。好，所以代表说它是最后一棒嘛。最后一棒通常就是拉基本面没有那么强。好，基本面如果很强，我早就拉了。好，所以它的基本面本来就没有像记忆体是这么的缺货。它还是属于景气循环呐，那你可以看到国巨之前拉第一波就拉到700-800的时候休息一下，还可以再拉第二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高杠杆，大家用融资啊，股票借贷啊，把它推上去的，所以第二波的这个地方要再回去难度比较高了，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杠杆的买气已经降低了，而且上面套牢非常多，尤其是谁？主动 ETF 都买很多啊，对啊，大家都盯着它。现在主动 ETF 是买也不是，卖也不是，因为它现在满手嘛，对啊，很多 ETF 都有国巨，你不卖我就不卖。但是如果有其中一档主动型的 ETF， 他想说涨到700-800，我来减码一些，你卖个100张、500张，问其他主动型 ETF 要不要卖，大家就要卖咯。那你一看到一堆 ETF 都在卖，你卖不卖？你就会卖哦。所以除非主动型的 ETF 眼睛闭着都不要卖，那它就会一路涨，但我认为不可能，所以我认为它大概回档到 0.5 这个地方，大概700-800，就是说前面的第一段震荡的这个地方，主动型 ETF 有可能就开始调节，它一调节它可能就涨不太动了，所以这个它回到最高点的难度，我认为已经不容易了。是，因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新的处置的制度要出现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想说，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主力的操盘？如果说有很多的散户我们在追标股，不是吗？这样子是利多，还是我们更容易被套牢？新制对于主力来说是大大的利多为什么？你看以前如果被5分钟惯练盘，主力就勉强操盘，为什么？因为一天还可以交易54次，再涨上去。20分钟一盘，20分钟一盘，一天只有14次，14次我怎么操盘？对啊，我还没洗完盘就收盘了，你知道吗？但是2分钟一盘跟没有关一样，一天我可以交易几次？135次，那就是正常了。等未来几乎没有被关了啦，所有都开放出来了。所以像和生堂上礼拜还是5分钟一盘，等于是类出关的意思，它就2分钟一盘，马上就拉涨停了，因为就2分钟一盘，我就不用担心流动性风险了。对，但是呢，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像以前华邦电被关到20分钟一盘，完全不能当冲，完全不能交易，那大家就只好集中火力去买什么南亚科，所以南亚科就会非常的强，就集中火力在少数的股票。那南亚科很强，华邦电虽然被关，它也会很强啊，因为南亚科一直涨停嘛，就会变成少数的强势股带动被关的股票也是往上拉但现在呢就不行啦，因为几乎没有股票真的被关了嘛，所以它资金就会分散了，就没有像以前集中在少数的股票单独喷出啦，所以投资人要了解，它就不会像以前这么冲刺，然后加上杠杆又降低，所以还是要挑绩优股，还是要慢慢的报。第3点是投资人最要担心的，当然是指短线客。如果是做波段的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是做短线的，你一定会被主力骗。为什么？之前有一种交易也是2分钟一盘，叫做什么？顺涨缓搓。
所有投资人然后你要留意在刚开盘的时候都会出现顺涨缓挫，那是隔日冲的必备招式。那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短时间内忽然涨超过 3.5%，比如从100块一下涨到103.5，交易就会瞬间停止哦，那是程式，然后就停止2分钟。那对主力来说是大大的利多啊。也就是说，我刚开盘，我昨天已经锁涨停了，我今天最希望什么？美股大涨，我要拉高出货。我开盘就挂2万张买进，那如果没有这个顺涨缓挫，我会买到哦，对，我会买到涨停哦，对不对？但顺涨缓挫，我可能买个3000张，邦，因为刚开盘谁挂单啊？大家都不会挂单，一下子就涨了 3.5%， 证交所就说，你不用买了，停住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尾买是什么？15000张锁涨停，有没有？这就是顺涨缓挫，然后它会戳出一个虚拟的价格，就跟以前盘前试戳一样，对不对？一下戳涨停，一下戳跌停嘛。但那盘前你还不会担心啊，因为盘前大家都知道啊，那个都是乱戳的。但是盘中的啊，盘中顺涨缓挫，它戳涨停，你就会说哇，完蛋了，我怕错过这张股票，大家就会追进去，然后主力就会趁势出货啦。所以未来这个2分钟一盘，对主力来说是大大的方便的。第一，我2分钟我可以好好的控盘，想一下，等一下我要大买还是大卖。好，那我可以先拉3盘，大涨再大涨，比如说3000张、5000张、8000张，哇，那这个时候有看盘的短线投资人就会很兴奋。第4盘，我就一口气挂10万张，棒，涨停锁死。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赶快抢啊！对，但主力都是用程式的啊，他可以在最后一毫秒瞬间就抽单，然后转卖单这样子。所以这个2分钟一盘的时候呢，奉劝投资人就不要再看盘，不然你会被主力弄得七荤八素，因为他会一直试错，但是你看收盘是你绝对不会骗人的。那盘中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看了，这样子。所以散户就要特别小心了，是这样子。那最后想要请教一下阿哥就是在这个下半年，你比较看好哪一些题材，哪一些族群这样子？对，你说短线派。那今天谢谢阿哥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大家。